鲜、辣、多。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美味地带，小心。又是化学元素，又是实验室白袍。东央麻辣、四川胡椒、芝士浓汤、寿喜烧、东椒汤底，这什么来的啊？吃火锅可以吃到什么境界？泰国人把火锅开到了实验室里。那不同口味的锅底，等一下由我自行调配制作我的林轩独特汤底。搞不好我可以成为火锅界的爱迪生哦。这么独特的汤底啊，我要带回新加坡，跟嘉宾们分享。一口锅，一煲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吃出千百种花样。火锅有历史，有民族文化，但它最神奇的是可以容下各种食材，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桌上。它的魅力甚至成为了城市的标志。这一次就让我出发去探索各地的火锅。在新加坡等我围炉开吃的朋友，准备好听故事。泰国曼谷，我来啦！有喜事吗？那就吃火锅吧。在泰国呢，吃火锅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了，而是一种仪式感。毕业、升职、过年、满月，泰国人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一定要搭配一锅酸辣香鲜的火锅作为见证。在新加坡的火锅战场，泰式火锅在中日韩火锅的包围下，以独特的风味、实惠的价格杀出重围。从独立店家到连锁品牌，泰式火锅已经成了新加坡人聚餐的新宠。欢迎来到围炉开吃，耶！今天很开心，因为我去很多地方吃火锅，但是最开心的是把火锅带来新加坡跟你们一起吃。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俊男美女，黄正龙 ，Hello， 陈楚环。围炉开吃不只是边吃边聊，还要一路解锁火锅知识。两位嘉宾将通过5轮游戏分胜负，接受最终的奖励和惩罚。有楚环跟郑龙一起陪我，今天的火锅应该是更好吃、更好看了。不过这次我们是来吃这个泰式火锅，但是我们桌上是空的，因为吃火锅最重要的是什么？调味料、酱料。有什么是你们一定会放到那个蘸料碗里的灵魂调料？我自己是有啦，我自己是喜欢放白糖、酱青、蒜头是必须要的。醋吧，可能一点醋。哎，我也是哎，但是醋我每次拿捏不好，不小心放太多就变很酸。今天不用靠那个拿捏，反正是靠直觉嘛，对不对？ OK， 我会给你们一个左右的字牌， OK 然后呢，等下所有的调都在这里，然后你们凭直觉选左或选右，最后调制出一碗你们的直觉蘸料，好不好？蘸酱盲选，两位嘉宾轮流盲选蘸酱，把各自所选的蘸酱全部倒入碗中，最后被评为最好吃的蘸酱获胜。我们女生先开始，好不好？好，来，楚环，现在手上呢有2个，左边有点酸酸辣辣的，右边呢是蛮刺激的，啊，对，但辣也刺激啊。右吧，反正可能不是我吃的，对吧？郑龙，来，右，我就要右，真的吗？右，我怕你偷看呢。我没有在看啊。左边的呢，咦，是不是有点夸张来的？不是，它的味道很浓烈。 OK，右边呢，
我也喜欢，左边的我也喜欢。你喜欢你还移，那我拿右好，你要右哦。右。游戏进行到一半，我要小提示一下，楚环这一碗现在很绿哦。OK， 来，郑龙，左边这个有点咸咸的味道，右边的刺激哦。刚才有酸辣，来个刺激的吧。搞不好对方吃呢。 OK 就刺激一点嘛，就 OK， 好反，正也不一定是我吃。接下来左吧。左边哦。OK， 好，你的绿色里面终于来了一点其他的颜色了。左边的咸咸，右边的甜甜。左，因为我都在选右嘛。右，我很喜欢这种饮料。感受一下童年，小朋友。最后2个朋友们，一个是酸酸的，一个是辣辣的。你要左还是右？3、这个2、1，选定。我不知道。手，这个吧。这个哈，好，你自己把它加进去吧。这是你最后的一杯啊，来吧。咦，这个是咖鸭吗？不是，是另外一种东西。等下我们会一一的揭晓答案。我们先把它放进去啊，请你们把酱料尽可能搅拌均匀。这一碗酱料呢，将会陪伴你们今天在吃火锅的过程中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正所谓火锅的灵魂，除了锅底就是酱料了，对不对？对蘸料会很好。你这一碗真的是看起来不行哎。我觉得我要打给我的 manager，跟他讲我明天 MC。没事，我没有叫救护车在那边。OK， 好，我们要请工作人员来判定你们2位的胜负，决定今天第1轮游戏究竟鹿死谁手。我有一种红星大奖。最佳酱料，最佳酱料得。啊，不会是 Desmond 吧？什么叫不会？这一定是你了。你自己看，自己看。林轩试吃嘉宾的实验蘸酱最有惊喜的就是赢家，耶！你有想到对吧？原来评审就是你啊！要不要一口？来，camera close up， 我喂你。你要多少？是一点就好了，一点就好了。不错，我觉得不错。它唯一的问题是太咸了。 OK， 但是我跟你说，我没有试过在那个酱料里面放瓦萨比，蛮好吃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以后放火锅，可以放点瓦萨比在里面。哇哦！对 ，OK， 这个好，我这样我给它打分啊，我觉得是7分诶，它是可以吃的标准。这样你就应该要吃这个，这个单单闻就已经是7分。对，它有点酸酸辣辣，然后它的酸又带一点， OK 吗？又带一点甜甜。评审，哎，真的不要。不要了，你直接给分数就好了。不要太小口，大口一点。香酸，你试一下，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耶。你试一下，真的，你试一下。哇，酸哎，很恶心哎，就酸酸辣辣，你自己说，星星自己说起8分。你给8，我给你很多了，我跟你讲，这个8分，这个800分，好吧？老实说，如果从猎奇的角度的话呢，右边这一碗绝对是好第1中的第1。但是既然是吃口味的话，哎，左边暂时胜出，掌声鼓励鼓励。等一下我们会真正带出好的酱料给你。不过现在第1趴过了之后，我们要先看一看我在泰国都吃到哪些有特色的火锅种类。在曼谷，泰式火锅是绝对的街头平民美食。今天我要吃的这一家呢，据说在本地历史悠久，可是我周围又是灯饰店，又是五金店的，怎么都不像是有火锅店的地方啊！哎，找到了，瑶宫饮水室。据说这家餐厅呢，从1972年就开始卖泰式火锅了，距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看店里面的装潢，真的是历史悠久哎。这位就是餐厅的第2代传人哇，他是祖籍海南的泰国华人，目前跟家人一起经营这家穆卡塔火锅店。他们家算是泰式火锅店的开山鼻祖之一。旺季时，这里可以挤进60桌，人气超旺的。哇，要用手工把肉片切得又薄、厚度又均匀，真的很考功夫哎。
哇，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们一直用手切肉片这种方式啊？ Because the machine cannot make it very thin, and then when you do barbecue, it's going to be easy to chewing. 他们家一直都是以祖传的古方腌肉，今天这个秘方就要大公开了。听好，有糖、玉米淀粉、葛根粉、木薯淀粉、芝麻油、酱油和蚝油来腌制，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自家酿制的糯米发酵水。 Yeah, you can smell it. Yeah, yeah. You take about 1 month over. You can taste it. You want to? Yeah. Now? You can drink it. Yeah, if you want to do, drink it. A little bit sweet. 很像米酒的味道，有一点甜甜的，然后有那种发酵的酒香味，所以这个也是腌肉的必要材料之一。 It's my wine. Nobody have it. 哦 ，special It's recipe stinky, right？ yeah, yeah. 为什么要特别用这个 rice wine？ To make the beef tender. 全部配料拌均匀后，就要进入最重要的腌肉环节了。1公斤的肉要配1大勺调料，一定要搅拌均匀。而且这些肉很娇嫩，力道不能太大，越温柔对它们就会越好吃哦。 Are you working in a hair salon before? No. Never. Just did for 50 years ago. 现在每片肉都蘸满腌料，做好 SPA 了。将它们层层叠好，然后放进冷冻库，闭关3天3夜，确保肉片冷却，色泽均匀。 So I know your recipe and the steps. You can open the first now. Of course. Can you taste this one? Yeah. Yeah. 这个是腌制了3天之后已经可以吃的猪肉片了，我有口福了，刚刚烤出来的。哇 ，It's very， 口感非常的软，而且你看它的颜色浅浅的，你不要以为浅浅的没有味道哦，味道非常之浓郁。最重要的是刚刚烤出来，带着那种炭火的清香，带着肉的香味，带着脂肪的香味，以及撒了一点点 sesame right？ Yes. 小小的芝麻在上面，芝麻香、肉香，温温的口感。好饿啊！哇，帮我腌的，好吃。要是能够通过镜头传递味道跟口感就好了。舔一舔盘子吧。好，来火锅上桌了，哎，食材很丰富哎，很多哎。可以开动了吗？等一会儿，别急。我先考一考你们啊，什么东西先下？所以我就是不知道姆卡达的这个顺序。我人生中只试过2次，而且是人家帮我试，所以当然是要用猪油啊。我就讲的是猪油嘛。你拿奖，你讲的是人家。来，我来。但是我不知道要放多少。基本上放1片，然后就涂在这上面，然后让那个油可以浸润到那个锅。对，然后它就不会粘锅。对下肉的时候。哇！你们一般吃火锅，你们都喜欢先下什么食材？肉吧，肉。对了，因为那个肉你下去之后就可以把那个汤哦给染上肉。OK， 所以你刚刚说你只吃过2次姆嘎达。因为第1次是跟剧组的时候吃，就是我们有一个 rap party， 然后第2次是在泰国的时候，然后跟我家人一起。所以郑龙常吃吗？因为我有朋友的老婆，她是泰国人，所以跟她一起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在她家里啊，他们都很喜欢搞姆嘎达。家里也可以搞姆嘎达。对对对，她是在家里弄姆嘎达。其实我这一次去泰国吃火锅哈，就特别找到一位当地很懂吃的饮食文化专家。他不光告诉我姆卡达怎么吃，也包括了跟我分享很多姆卡达幕后的文化知识。这次围炉开吃，来到曼谷老字号火锅店，我特别约了一位嘉宾，他是当地的饮食文化专家。关于泰国的姆卡达文化，问他就对喽。Ink， 有你陪我吃火锅，我就很开心了，可以问你很多关于泰国火锅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锅已经滚了吗？我该先下什么食材？先烤哪样东西啊？我们普通会先放肉的，然后肉的油会滴在水里面嘛，在汤里面，然后你再放菜，然后你去喝汤会很好喝。哦，你知道吗？姆嘎塔是什么意思的？姆嘎达的意思就是又吃又喝喽，又涮喽。
在泰语的母就是猪，对，然后嘎它就是那个锅的，所以以前我们吃就是都是猪，但是现在都是什么可以烤就可以吃的。我第一次在泰国吃正宗的姆卡塔。而你看很聪明啊，你们泰国人，就是上面放一片猪油，所以一边烤一边加热，那个猪油的油就一直融到这个下面。对对对，然后你看它的那个都是可以让它流的，就是有这些对对，花纹那个花纹。但是之前我们的锅是比较这样的。啊，这是以前的，这是现在的，感觉没区别啊。有差。好，那现在你们看到了，那个是以前的姆卡塔的火锅，那现在的无论是这样的，还是我们在画面里面看到的，你们觉得区别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汤的部分比较浅，以前的比较浅，可能那个就可以喝汤，那个可能就不太能喝汤，因为那个太浅了，油脂都流到下面，然后你好像在喝油，不在喝汤。楚涵，楚涵只在看他的肉。那个我没有，我其实可以夹那个肉。它是不是跟那个花纹有没有关系？你放上去烤那个肉之后的那个油脂就会顺着那个花纹这样子流下去。对啊，那这个就没有，那个油就不会直接渗透进去那个汤里面。我感觉是这样子啦。OK，而且它烤的那个部分跟汤的部分距离比较远。我们要看一看最终的解答，因为两位都错，有一个是对的，而且有一位你们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你们几乎是一下子就碰触到了那个正确答案。对啊，请看 VCR，Ink， 快点揭晓答案，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同啊？人就喜欢喝汤嘛，然后它就改成变比较厚，然后可以放汤多一点。哦，就是这个锅更深一点，然后放水的这一圈更宽一点。对，而且你看后面，之前就是这样，就是很难洗的，所以现在它就改成这样。哦，比较好清洁。对，不错。相传这种吃法源自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他们行军时将肉片放在铁盔或盾牌上，用火堆烘烤，直接在战场 barbecue。泰国人之前就把这种吃法叫做成吉思汗烧烤，后来才延伸出姆卡塔这个词。OK， 要恭喜郑龙拿下1分。楚涵要惩罚要戴那个戴准，那你不觉得那个帽子？没错，这个其实是很像那个以前蒙古士兵的那个头盔的，对，所以真的就是差不多是这样戴在头上，戴一顶，好可爱哦。没有人自己讲。我们上一部戏一起合作，对，就心有所依。对，那部戏我们很多老戏骨。那部戏蛮辛苦的，因为你们要去穿冬装。是我们是穿冬装，然后在新加坡的天气拍摄，哇，很爽，跟你讲，流的汗可多了。减肥。对，好，没有水肿的，没有水肿的问题，没有水肿的问题。你没有试过那种，就你跟他打招呼，可是他完全不理你。哇，我还试过哎。不是，原来这个节目是聊不完的，怎么我们越聊越入骨 ？OK， 不是我的问题是他是没有看到还是真的？他看到，但他就是没有理我。那时候我很新，有的时候作为新人哈，其实他不是没礼貌不打招呼，他是懂得要怎么，他不知道要不要打招呼。对比如说我跟你说，哎，楚涵姐，对，这个是最尴尬。就我要不要自我介绍呢？我们可能合作过1、2次，可是你又不记得我，理解有的那种。那我就只会说 hello 哥啊姐，我都不讲。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人他是我的榜样，就是尹双。尹双刚入行的时候是跟每个人打招呼的。他会等每个人的名字。对，而且他会在走廊里面很大声地跟你打招呼。林轩你好。对，而且他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他就是跟你打招呼。我觉得成功是有原因的，然后是因为他的态度好。你们会不会觉得新的演员背台词方面确实会不如老戏骨这些？干嘛？想起了谁？想到了谁？想到了谁？敢敢讲。对啊，我后面你就说嘛，我们大不了就卡掉哎，你嘛们。刚才说什么？敢敢说。不，这样，我先说有没有一些台词让你觉得很辛苦的？因为我最近有去一个主持课程，然后就有几位就是台华的
然后我们要在20分钟到30分钟里面背台词。我觉得他们背得很快，因为我自己也是被我自己惊艳到。我没有想到我在20分钟里面可以背出那种你知道线人的吗？那种类似的台词。那你自己背台词，你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我需要点时间。所以你要提前2、3天。我需要提前2、3天，但是以前我需要2个星期，但现在我好多了，可能2个星期。2个星期。其实我跟他蛮像的。需要点时间嘛，有些东西。我跟他蛮像的，我也是，因为刚开始我们都是用10。对，我们是用，所以我理解你说就是年轻人可能他们背的那个方式，因为我还没有抓到那个技巧。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啦，因为可能你在家里已经想好一些东西了，然后突然来到现场，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对，他们就会有一点卡。但是这个是每个人都要经过的一些阶段。对，不管怎样，我觉得新人旧人啊，背台词我觉得各有本事，各有本领，对不对？对。但是接下来真要考一考你们2位的口条了。我们接下来要玩一个接龙游戏。姆卡塔食物接龙，3位根据节拍念出吃姆卡塔会出现的食物名称，并且需要重复前面所有念过的食物名称。来，三文鱼，猪颈，三文鱼，猪颈，蒜，三文鱼，猪颈，蒜，鸡腿肉，三文鱼，猪颈，蒜，鸡腿肉，蔬菜。三文鱼，来个蔬菜，我想不起那个什么，我刚刚头脑在想白菜，你来个蔬菜，没有哎，还有的玩。这怎么样？算了，当然算啊，算你输啊。什么？你输，你完了你。他就是把一切都讲完。我想不起来。我的脑子在想白菜，你突然因为我还要来记，个蔬菜，我算一个。他一想说的，我完蛋了，我还能说什么？现在是2分，然后你是1分。对，下一个环节很刺激，就会到那个我说的有一样食材哈，我无法定义它，叫做焦厚的火锅。先看 VCR 再了解。焦烘火锅是东北伊善地区的经典美食，伊善饮食文化在泰国独树一格。听说火锅也走非一般路线。等下，这坨东西是什么？导播，确定这是可以吃的吗？这间专卖焦烘的火锅店呢，是从泰国的东北部红到曼谷来的。他们在东北的老店呢，从1969年开始就卖火锅了。现在餐厅的老板娘 L 是第3代传承人，就是她把阿公阿嬷味道带来曼谷。焦烘的汤底以猪骨汤为基底，加入白萝卜、椰子水，不加酱油、蚝油，纯靠文火将食材的清甜风味逼出来。接下来就是体力活了，将糯米炒2个小时，搅碎成粉。好了之后，再将葱、蒜、香茅炒一炒，搅拌成香气满满的泥状。上桌时，把汤、炒好的糯米和香料倒进陶瓷锅，就是一锅销魂的焦烘汤啦。หม้อตัวนี้เริ่มแรกอะความร้อนจะอ่อนแต่เมื่อความร้อนได้ที่จะทำให้น้ำซุปเราร้อนนานแล้วก็มีความหอมของน้ำซุปผัดๆ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เข้มข้นจะเข้มข้นง่ายขึ้นกว่าหม้อปกติ在曼谷，他们有3家分行，加起来每天可以卖到300到500口火锅，哎，这么好吃的火锅，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了。哇，这么多美食啊！哎 ，Ink， 我们马上下锅煮肉吧。等一下，我们要先搅拌那个蛋。搅拌。对，这样你要看，就是我们要先把蛋那个搅拌在肉里面。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啊？因为如果你放在汤里面，味道会比较好，然后会让汤比较浓，然后会比较好吃。哦。对。那我先尝试第一个蘸酱哦。好。
好酸哦。对除了酸味，还有一点点辣的感觉在里面。对对我猜的对吗？对对对，然后有一点浓嘛，那个它的酱会有一点浓。太浓了。对你一吃到嘴巴那个酸味哦，马上侵略到你口腔的每一个位置。对，好，接下来是第二个了。好，怎样？第二个鼻入口的味道是甜的，然后吃到后面甜完了就有点咸香的味道。对第三个很特别啊，对，很那我要特别试试看了。好，先吃，是我沾太多了吗？有点苦哎，对，怎么会把苦的做到蘸酱里面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真的要知道吗？蘸酱。哎，但是我跟你说，我当时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酱料是很难吃的，我也不能接受。可是你知道，我后来再想啊，我很怀念那个味道。不会是个药材吧？它是不是什么树枝类的？树枝啊，我猜啦，就是打碎那个干苦啊，苦你不是苦的？苦没有啦，其实苦的是胆。哦，对，所以胆。我唯一可以想到的东西就是土，土感觉有点苦。你吃过土吗？有人吃土你没？知道，就感土是觉啊苦的。好，我们现在你们要给我最后的答案。胆。土，某一些土可能它溶在汤里面。可能。 OK， 好，我们现在看说不定它是对 VCR 的揭晓答案。怎么会把苦的做到蘸酱里面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这很好，那个是 OK，那个是牛胆汁，牛胆汁。对，那个是一山的特色。原来那个苦的味道是胆汁的味道。你要慢慢吃的，你会知道那个，如果你吃到苦，会让你的口味会比较好。试试，再试试。我相信你啊，Ink， 我再试一试，看我能不能爱上这个苦味。怎么会把苦的做到蘸酱里面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这很好，那个是 OK，那个是牛胆汁，牛胆汁。对，对，还不是那种胆汁。胆汁。怎么做呢？好问题，现在给你看。好痛哦！哇，好绿哦。看起来不可怕，就那个成品不可怕，成品不可怕，成但是品都已经它做的过程很看起来可怕。看起来像酱油。难怪你今天看到绿绿东西，你有点怕，它就有点绿，有点绿。其实拍的时候我在想哦，就是美食节目主持人哦，真的不容易做。对啊，所以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会吃吗？可是是牛肉嘞，我又不行。如果是猪肉呢？猪的胆汁。是啊，快啊！郑龙呢？郑龙可以吗？就是牛肉就行。对，只要不是牛肉就可以。 OK，我的意思说，如果不拍节目的话，如果你们纯粹是去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特色的这种食物，而是一个很离谱的，你们 OK 吗？我们会小尝试一下。对，我也是觉得小尝试。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非常离谱的食物？我吃过猪的菲律宾丢，猪的输卵管啊！我听他说，我下面都很痛。没有，我朋友就讲吃，我就吃，我就以为是肠啊，其实没有很难吃啊，就好像大肠这样，OK 的，OK 的，不会太可是，只要你不要知道是什么东西，其实是 OK。因为它口感跟猪肚啊之类是差不多，只是比较有咬劲。煮完了我觉得我是小时候，我妈妈骗我吃那个猪血，猪血 OK，猪血小时还好吧？候没有，因为我以为是豆腐，我妈妈就说，哎，你试试看。红豆腐。对，我以为是红色豆腐，我觉得好好吃哦。结果跟我说是血，我觉得，可是后来我还是有吃啊。
鸭舌你们吃吗？是啊，我好像没有吃过的。鸭舌很可怕哎，猪舌、牛舌可能会有切一过片一片的。对，那个鸭舌就整个画面都在那边我就这样，啊，然后你就要跟他一起舌吻。我觉得有些人不敢吃哈，是因为那个样子；然后有些人不敢吃，是因为他觉得有些东西不应该被做成食物。比如我以前吃过一个老鼠，他们就是专门一个地方是养老鼠，然后吃老鼠。什么老鼠？它那个叫竹鼠，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老鼠，比较大，比较大，很大只，大概这么大。可是它叫竹鼠哎，我不管你是叫什么鼠，你叫滑鼠都不行哎。然后我也是吃完之后，他说哎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有点像猪肉，然后其实这个是鼠类，我就。所以我觉得人类在这个开发食材方面啊，真的是多种多样。什么都可以吃。所以你有吃饱吗？我停下来了，我有点饱了。我们在看 VCR 的时候，只有你一直在吃。哪有？哪有？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有一个时期，很多演员啊都在减肥。哦，那时候很多人瘦，你知道吗？有什么原因 ？Jeremy 也瘦，他拍那个金色大道，他瘦了很多，大家都刻意去。然后他也瘦哎，你也瘦很多哎。他很瘦，那时候我看到他，对啊有一点，因为那时候我拍一个残疾的游泳选手，所以他必须，我觉得他瘦一点，他比较容易演。所以我也没有去练的大只或者是就符合那个角色啦。对对对。我想问的是哦，当你要减肥的时候，你又要剧组拍戏的时候，你会怎么控制你的身材跟那个食物的摄取？你会自己带饭吗？我不会哎，太麻烦了。我就会去买可能鸡饭，但是就不要饭。然后可能饿的话就吃半只鸡哦。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吃菜饭，但是没有饭。你们有没有拍过什么戏是跟那个食物有关的？没有哎，没有。但是我最近有拍跟韶光大哥那部剧，家庭剧很多，然后一直都要吃啊。然后我又是那种我不喜欢一直拿着饭但是不吃的那种人，所以你是一定要真吃。对。然后因为家庭嘛，7个人，哇，每一个 angle 我都要吃。那你怎么宽低你的戏？这个我比较尽量对，食物很难，对，对不对食物很难宽低，就是你要 make sure 就是你吃的肉，你要拿回同一个肉。对，可能一些时候哪一个点的时候拿给谁啊，然后哪一块就好。但是你们知道吗？我这在泰国吃到一个植物，它出生在一个有机农场里面，非常的健康。我们看 VCR。泰国人吃火锅竟然吃到菜园里了，这是泰国人吃火锅的最新神操作，以有机食材现摘现吃为卖点，主打一个从产地直达锅底。要知道今天有什么菜，不用翻菜单，到菜园逛一圈就可以了。把餐厅啊开在菜园旁边，既省去了运输的时间，又保证所有菜色绝对的足够新鲜。我现在就要他的经理好好的学习一下。Hello, Anthony. Hello. Hi, 萨瓦迪卡。สวัสดีครับ It's not easy to find you. 哦，哇，很泥泞的路段，终于找到 Anthony。这是一个草，还是一个植物，还是一束花？感觉蛮美的嘞。 This is a red maple. Actually, in Thailand, they use it for like a delicate of the garden, but we use it for our shabu and hot pot. 这可以涮火锅。Yeah, you can taste it. Cheers. 撒完呀，哎，酸酸的，有点像是那种梅子的感觉。哎呀，老板，哇 ，Anthony，好像要下雨了哎，我们先进去吃火锅吧。 Right. 走 Good idea. Yeah, let's go. Let's go。就是我第一次吃到酸的那个蔬菜。凉凉的雨天跟火锅真是绝配，尤其是老板掏心掏肺推荐的冬阴汤头，太香了，难怪老板一脸自豪。可惜你们隔着屏幕闻不到。 This is Tom Yum soup, very famous in Thailand. Tom is mean boil. Yum actually is like a spicy salad. Mixed together, there will be like a boiling, spicy, salty, sweet, and sour soup.
这一锅东阳汤里面哦，很多这个食材都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农场里生产。我迫不及待要尝一口了 ，Let me try。哇，那种呛辣的味道已经非常浓郁了。相较于在新加坡吃的东阳是我觉得这里的这个 soup 的味道啊，酸味更浓一些。3种蔬菜哈，说实话，只有这一种看起来像是我们常吃的蔬菜，另外2种我只能说它是树叶。So you need just like boiling for like maybe 15 seconds. 15秒，简单烫一下就可以吃了。这真的是非常新鲜的蔬菜。在保留了帝王苗那种口感、味道之余呢，吃上去那个叶子咬起来滑滑的，很顺。哇，新鲜果然是厉害。So this is very simple. You just put in like 1 or 2 seconds. 哦 Yeah. 烫过之后啊，那个酸味更浓了，而且这种菜涮过之后脆度更高，难怪他们要拿来涮火锅。如果你在外面直接吃新鲜的话呢，那种泥土的味道会浓郁一点。但如果你涮过之后，土腥味完全没有，只有这个叶子原本的酸味，还有这种脆爽的感觉。洪峰还有个吃法，我们马上请出他的神队友，就是来自泰国东南部农场的获奖和牛。新鲜的泰式和牛只涮了5秒钟，叶子涮了2秒钟。7秒钟的快乐，一口吃下去。Very tender, full flavor of beef, right? 我从来没吃过泰国的和牛，我甚至不知道泰国也有和牛，奶奶的和牛配上酸酸的叶子，2种口味综合在一起，仿佛像是在吃一种酸甜味的奶糖，但是呢，口感上又是滑嫩跟脆爽的兼具。我觉得2样真的是绝配。你的慢动作对让我吞了2次口水。吃过了牛肉之后呢，要吃一吃你们的猪肉了。我听说你们家的猪肉是来自日本哦，非常的健康，用什么有机的食材，自由放养的猪肉，大片吃。相较于这个牛肉和牛比较那种浓的奶味，猪颈肉的部分呢比较多的是纤维的嚼劲，而且呢煮了15秒之后，我觉得火候是刚刚好的，肉片上都挂上了东阳 soup 非常浓郁的汤的香味在里面。这么好吃的肉，那个猪是吃什么饲料长大的？他给我吃第一片那个猪肉的时候，我说这个是和牛吗？他说不是，他说是猪肉，它完全有那个奶香味的那个感觉，而且它的肉很嫩。后来他说跟那个吃的食物有关，是和牛，所以才会变和牛。不错哎，不错哎。可是我跟你说，它不是，它是一个植物，不是吃肉长大的。不会是那个红色植物吧？盖那个叶子。我知道答案，我不能告诉你。卡了，什么颜色？红色土色吧。就盖那个啊，那个叶子啊。OK 啊，你可以对吗？你可以猜，可以。我怎么能跟你说对不对呢？OK，我给一点提示了，好不好？那个植物啊，其实我们人也是吃的。红色的植物我们人也吃的， Spinach。它不光是菜了，它就是这个东西是很特别的吗？不特别，常常会见到。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Tomato。番茄也不错哎，我爱吃番茄。我讲一个应该不可能的东西，什么？辣椒。你都讲不可能了，你就不要再选吗？这应该就很难讲啊，有可能会。对，也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但是我不想选辣椒。随便拿玫瑰啊。玫瑰没有红色，还有什么？我没有说是红色，我说你刚说是红色我说红色土色，红土色。好累哦。我觉得我复活吗？我先帮你们烤片肉，你们慢慢想，好不好？最后如果你们都没有猜对的话，反正也没有人输，对吧？我就会选一个比较接近的，算他赢。红椒，红色的菜椒啦。红椒。哎，东椒也是不错哎，又红又土，对吧？哎，确定了吗？我们2个有一个又很接近，有一个蛮接近的，它可以用这么近那么远来形容。最后答案来，红灯笼椒，红灯笼椒，番茄，请看 VCR。Anthony， 这个猪在日本是吃什么长大的This is Imobuta pork belly. They're feeding with Japanese sweet potato. They're growing in the natural. The feed is less chemical. There's no chemical at all. 哦，原来这个猪啊跟我有共同点，非常爱吃这个日本的番薯，所以呢肉质非常的甜，非常的嫩。
你们的食材都很高级 ，very high class。安藤尼，这个猪在日本是吃什么长大的This is Imobuta pork belly. They're feeding with the Japanese sweet potato. 那我们也差很远吧？对啊，怎么接近？没有人接近啊。结晶。没有啊，没有接，哪里接近杜梅多跟土梅多嘞。？Oh my god！原来这样也算。那我赢了。没有啦，这不能算赢了。对，什么东西呀？对，我们也不对啊。可是我觉得它其实蛮接近的，因为杜梅多就完全没有甜味嘛，至少红灯笼椒还有甜味嘛。Excuse me，tomato 没有甜味。我们都吃了，吃到不好的是酸的。我讲的是好的啊。没有猪只是好的。没有啊。 OK 啊，这一题我觉得2个人都不用拿分了啦。所以今天的赢家是郑龙、陈楚涵。谢谢。有看到这个吗？绿色就是今天惩罚的关键字。啊，刚才那个不是吧？我们真的是千里迢迢从泰国的那一家店，把绝对新鲜的猪的胆汁，猪的，你认真？啊，好大杯哦！怎么也是绿色的很？像 wheatgrass。等一下，你拿吸管过来是？我要这样喝啊？我可以闻一下吗？你不是用沾的，我用喝的。可以闻。不要，你要你就喝。没有，我要闻。不可以。我是赢家，你给我。不要这样，不要，我来替大家闻一下。我想闻。那我让我闻一下。幸好不是我，是我只能说，不用啊！我要闻，我真的，不可以，我好奇耶！为了避免，对你明天还要开工，真的这么难喝啊？让我来。这样，我们也考他一下吧。我们没有郑龙，看他演技我们希望你喝完之后呢，就仿佛是喝到一杯非常好的美味果汁，而且你要把它，我觉得就一口就全部干掉了，干掉了。哦，这个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讲。而且你要表演出它善良的主持人真的很美味的那种感觉。 OK， 我要开始啊。哎呀，等一下吐怎么办？你要想它是准备个健康的，桶给他。它是健康的，只是苦，中药也是苦的，胆汁也是苦的，对不对？我知道。啊？他好像很爱喝的样子哎。哎，不要喷过来 ，please。 不过，我们对于赢家还是有特别的奖励的。来，我们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哇，很重哎，可是很重。带这么多胆汁过来。啊！而且是新鲜哦，没有剥开的。来，揭晓一下，揭晓一可以下。看一下，看哇！我要怎么喝还能打？来，拿一桶。这是什么？辣椒酱。它其实是一种酱料了，你可以用来拌这个沙律也可以。然后你要做那个火锅倒进去，也可以做汤底。它是众多汤底的配料中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吃那个一膳的那个胶后就可以用这个。对，对不起啊，量大。没事，没事，我再帮你带。好。可以继续。好了，这人家赢家了 ，OK 了，谢谢，恭喜你。好了，我觉得谢谢两位陪我吃火锅，有心了，谢谢。然后很难得，我们解锁了楚环人生中第3次的蒙卡塔火锅，对，然后也通过吃蒙卡塔火锅了解了很多蒙卡塔背后的故事，但最重要的是，谢谢郑龙，谢谢楚环，谢谢两位，谢谢，胆汁，胆汁。他好像很爱喝的样子哎，不要喷过来 ，please。真的是猪哦，真的猪对吗？他不能吃的，真的猪。你们骗他是吗？哇，明明就不是。祝你生日快乐。我觉得不是。OK， 不行了，就这样了，好不好？啊，我觉得不是啊，骗人的。要吃它。我就知道不是，你们就死都不要给我闻。我就想说，
好了，这个正确答案就是来，请揭晓答案。哎，小麦草很像汁哎。好了，我觉得是这样了，就是有机会喝了。哦，我觉得应该是找不到猪的胆汁，所以只能拿这个代替。